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这一视频想跟大家聊一聊小鹏 G9 2024款。之所以是2024款，是因为1年前的今天，小鹏的 G9 发布之后遭遇了滑铁卢。臃肿的配置，30.99到46.99万的定价，我理解这个产品要向上啊，但是产品力显然没有跟价格所匹配。当时的产品发布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车主们的批评，销量的下滑。何小鹏同学呢，今天在发布会上还贴出了这些批评，做的还算是很中肯了。大半年之后呢，小鹏带着 G6，主打的就是智能驾驶加大空间，价格很合理。当时你听到发布会的欢呼声中，你就知道小鹏这条路走对了。小鹏终于缓了过来，我也很期待小鹏的 G6啊，交付量早日单月破万。回到 G9 的发布会呢，小鹏这次把发布会的地址选择在敦煌，敦煌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张骞从这里西进，那外加呢敦煌有飞天，估计小鹏是想取一些寓意啊。而且来到敦煌这个地方，敦煌也会告诉你我国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巨大投入，敦煌有巨大无比的熔岩发电塔，也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光伏发电。那在这次发布会上呢，小鹏也再次宣布了自己西进的战略，明年呢他们将在德国开始贩售 G9。在 G9 的发布会上呢，我觉得很大的亮点是小鹏同学反思了产品，反思了自己，也反思了团队。人呢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很难的。小鹏呢对团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高管呢从去年的12人变成了2人啊。产品呢想明白了自己擅长啥，于是呢2024款的 G9就变得非常简单了。首先呢，从我的粉丝群众角度考虑的话，我只建议大家购买小鹏的 Max 版本啊。Max 版本呢有双涡轮芯片，有双激光雷达，Pro 版本省了一点点钱，相比之下真的是微不足道了。而且你只有买 Max 版本，你才能享受到完全满血的 XNGP。配置上呢，本次新增了星际力暗夜黑，那我觉得这个暗夜黑的颜色非常好看啊，瞬间有了一种商务的感觉，而且配合了21英寸轮毂，米其林的 PS-EV 轮胎。不管是胎道控制还是这个轮毂的样式，我觉得都很恰如其分内饰呢也新增了气宇灰的颜色，你看起来呢是一个灰色，但其实它更加偏向于白色的那个方向。Max 的全系呢都标配了纳帕真皮当然这个标配呢你可以说是一种局部标配吧，就很多车身的其他地方呢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硅胶的材质但是两种材料之间的过渡处理的还是很好的，不管是质感上还是触感上，我觉得摸起来都不错。那座椅的填充物呢也是足够的，而且椅面的纹理呢是凸起来的，就摸起来的手感也很不错。座舱方面呢，终于抛弃了上一代既有的钢琴漆钢琴漆又容易沾指纹，又容易染上划痕。不过方向盘呢非常可惜还是没有改，还是上一代的那个底下有一个特别大的银色的亮边，显得就不是那么高级。门板上的音响盖呢，跟前座一样，仍然是有一些割手的。这个其实我很不理解就是上一代客户已经反馈了那个门板上的音响盖没有那么的顺滑，为什么在这一代中还把这个改掉呢？双50瓦的无线充电器，这次终于改了。上一代产品我就喷了，我说你明明有2个放手机的位置，你只有左边一个支持无线充电，而且只支持15瓦，在这个动辄大家都是40瓦、50瓦年代显得有些落后了。你看2024款的 G9，这不就把双50瓦给它搞上来了吗？前排呢第一次新增了背部通风，对，没错，之前呢小鹏的座椅通风是只有屁股垫通风，那个后背是没有通风的。那这一次呢是把背后的通风也做上来，而且背部通风用的是一种吸风的方式，那这种无论是噪音上还是效率上做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屁股上的通风呢依然是吹风的这种方式，噪音呢相对来说会略大一些。21个扬声器呢，前面2个扬声器依然保留了升降功能，只是这一次扬声器是小鹏自研的，没有使用丹拿了。然后发布会上呢并没有提及整车的音响的功放功率是多少。我实际听了一下，因为我平时开的车的音响水平要比这个好，虽然大家都是7.1.4，我觉得相对于自己原来的丹拿产品，整体上在低音部分，甚至上在声音的能量上是有一些下滑的。所以这也是产品价格下降所必须要支付出的一些代价毕竟丹拿确实很贵。所有的 Max 版本呢依然都是标配有电气门的，这一代的电气门跟上一代一样，就是电气门的触发其实是一门比较有学问的事情如果关得过快，其实用不着电气门；关得过慢呢，没有到电气门的角度，那个门也关不上。我觉得小鹏从上一代 G9 到现在这一代，在门的这个优化方面，其实还是应该下更多的功夫。当然，不管怎么样，有了电气门，至少这是一项标配的功能，对于消费者来说，那整体上肯定是一个正向的体验嘛。那尽管呢，在诸如顶棚、反光镜遮光板等材质的地方，它的织物呢，不管是使用的织物的材料，还是这个颗粒，亦或是周边细小毛边的处理，我觉得仍然做的是不够好的。然后车内的有一些反射呢，一些接缝处做的仍然是不够细腻的。但是考虑到它的价格定位，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吧。然后呢，后排座椅呢仍然支持的是电动角度调节，也非常够用，角度是够的。然后腿部空间呢，在这个尺寸下，虽然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奢侈的空间，但是一定是你够用的空间。后备箱的空间是非常好评的，而且后备箱的支持一键放倒。如果你选择了空气悬压的版本呢，还可以通过后备箱的按钮把空气悬压让车身的高度降低一点，更好的方便你去载物。智能驾驶方面呢 ，XNGP 的水平，我觉得大家属于是有目共睹了。这一次在发布会上，何小鹏同学还宣布了一个比较激进的开城进度呢，赢得下方一片欢呼。
在小鹏的发布会上，我听到欢呼声，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证明真的有很多热爱小鹏的同学们、热爱小鹏的消费者们，愿意跟着这家企业一起玩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充电方面呢，小鹏一直是坚持做自己的超充桩，这一点必须要好评啊。S4 的超充桩虽然是共享功率的，但是你确实可以做到在人少、在你电量低的时候，在你电池温度合适的时候，取得20分钟10%到80%的充电速度，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是够用的。哪怕你不在 S4，因为你是800伏嘛，你可以在传统的400伏充电桩一定程度上抢到一些别人的功率啊。当然这要取决于当时的充电桩整体的供电量是够的，就是在整个一个池子中。800伏的小鹏的车可以比400伏的车多获得一些功率。当然，如果这个池子本身就只有比如说60千瓦的话，那小鹏跟别的400伏的车也没有任何区别。我说的是在这个充电桩，比如可以提供到120千瓦甚至150千瓦的情况下，那你使用小鹏会比别上的400伏的车要快一些。这个呢也是小鹏坚持使用800伏充电在充电方面的一些优势。而本次呢把4C 电池给取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首先4C 电池你要去年那一代你要多花1万块钱去选装，那本身的选装率就会有所下降。然后同时选装了4C 电池之后，你想要达到4C 的峰值功率，就像我之前说的，你必须要找到 S4 的充电桩，或者说你找到一个非常高功率的充电桩，保证你周边没有人分功率，然后同时还要保证你车的 SOC 的水平非常低，你这才能取得比原来3C 要快一些的速度。这个其实达成的条件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过于苛刻了，我们不可能每一次充电都选择在晚上、在夜里、在没有人的时候去充电。我们大多数时候去开到别地方充电的时候，边上的充电桩那个都不可能是独享的，就你的那一个充电桩跟隔壁的充电桩，其实你们共享的一路配电柜，大家的整体上的峰值功率再怎么样都很难跑上去。所以呢，小鹏这一次非常务实的把4C 电池取消了，大家都是3C 电池，我觉得这是对于充电方面一个比较合理化的考量。而且S4 假如卖的特别多的话， S4 的车主们当然会诉求更高的充电的速度，这对于小鹏建桩其实是额外的一些考验啊。所以我本次没有4C 的，都是3C，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儿。达到了29万人民币以内。总之呢，新G9的售价呢在26.39万到35.99万的区间。那如果不看 Pro 的话呢，就是28.99万的570 Max 是全系最便宜的价格，但我觉得应该是适合最大多数人使用的价格。有800伏，有单电机，然后整体车的续航应该也还不错。那具体呢我没有测，给我的车呢是4驱版本的。我在高速公路上开120多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呢，能耗一直在20度、22度左右。我也问了其他的小鹏车主，我比他们开的都要是高一些的。当然，当天的其他的媒体老师们速度也比较高。那我觉得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在敦煌这儿可能风沙比较大，对吧？这个风力比较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风阻增加。但是，一旦你把速度放下来啊，开到6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时候，它的能耗立刻就降到14度、15度左右了。对于这个尺寸的车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所以570 Max， 我认为在大多数的通勤过程中，它的续航是够的。那如果你对于续航高度介意，毕竟充电时间是实打实的嘛，那702 Max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配置。700公里的续航，在今天、在明年，甚至在后年来看，都应该是一个非常主流而略微偏多一些的续航了。对于你的日常的长途驾驶，对于你一次，因为高速公路嘛，一次驾驶要4个小时嘛，4个小时其实你也就跑400公里左右，然后这个时候你停下来充一个电，你花一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充个电，我觉得这个比例搭配关系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应该是可以完全满足了。那至于说开起来的感受怎么样呢？我想说还是一个小鹏的味道呢。怎么说呢？如果你是舒适模式的话，我个人依然认为它的转向力，尤其是手感的建立是有一些偏慢的。但是在这一次G9上，如果你使用标配的运动模式，这个手力的建设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整个开起来的灵敏度啊什么的都是够的在舒适模式下，你会觉得车身有一些偏的慵懒但是双向空防的版本呢，本次在敦煌道路非常好，然后呢，小鹏给我们选择的一些试驾路线上也没有很多的起伏路，也没有很多的坡让我去飞一下，所以这个双向空防具体更细节的感知其实我是没有的。但是整体上来看，我会觉得在运动模式下，伴随着车身高度的降低，整体空防依然能取得比较不错的滤震性这是我只能短暂的给出一些评价。但是呢，有一点好的就是目前小鹏，如果你选择 Max 版本，如果你真的要双向空防的话，你的选装价格只要2万块钱，这可能是这个价格区间中你最便宜的能买到的一根双向空防这个双向空防是来自韦巴斯克的。至于说650 Max 顶配，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不是一个极致的性能爱好者，我其实不太建议去选择，因为36万的价格。
其实小鹏理应去取得一些更好的座舱驾驶质感的。就是说在30万不到的价格中，你说那些车的那些顶棚啊、那些织物啊、那些质感上不够好，完全没有问题，符合这个价格区间所有的。但是你到36万，尤其是过了35万这个坎之后，大家对于整车的质感上其实的要求是增加的，但是650 Max 并没有因为你的价格提升而把这些东西给提升起来。对于自己想卖给谁，想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价格的定价方面也做得非常明白了。但是对于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品牌，比如说35、40、45万这样更高的区间，如何向上卖，这些群体的消费者，他们对于车的要求，他们对于车除了纸面参数之外，整体氛围对于车整体高级感的要求，这些高级感包括了行驶的品质感，包括了声音，包括了触感，包括了各种各样整套东西的要求。这些事情小鹏其实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塑造这个品牌的。好了，以上就是懂完买对于小鹏 G9 2024款的一个评价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上订阅懂买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